黄总，周六咱们下面的子公司有一个媒体见面会，您需要出席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帮您安排行程了。不用了，这个周末我还有其他的事情，到时候会给李总打个电话，让他代替我去一下就好了。但这个是您父亲安排的。总之你通知到我了，其他的事情你一概不知道 ，OK？ 啊，好的。琳达，这次的活动上，我想增加一个特殊的环节。小姐，新的推广方案做出来了，你看一眼。我在这儿做了一下修改，你往后翻。我准备举行一次试驾活动，配合咱们新的宣传方案，这是具体内容。我估计可能会有点风险，赌一把吧。行，我看可以。那走，找段总去。哎，洋洋，你不用去了，我自个儿一个人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方案一旦折了的话，它很有可能就是一雷，知道吗？到时候你就说这方案是我做的，你把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其他的事情都好办，工作上的事儿我说了算。哎，喜姐，你在呢？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这拿点资料，我上班。这别走别走，你过来，你得把那天发生的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。那个电话里支支吾吾的，你就给我说明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说妈呀，这本来就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，你让我说几遍呀？咱别人家的儿子那可真是儿子呀，疼都疼不过来。我不是您亲生的吧？专门往我这伤口上撒盐，你有意思吗？怎么不是高兴的事儿了啊？哎，当初，哎呦，真的是我没死乞白赖的让你搬回来是对的。你说那小小呀，比小晴漂亮，跟我还特别投缘。你说你要是真把她娶回来了，以后咱家这婆媳关系啊，用不着你操心了。那个妈，想多了啊，真想多了。我跟小小一分钱关系都没有。那天小小跟小晴第一次见面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两人见面没说上3句话就掐起来了，结果小晴就给气跑了，就这么回事啊。你妈傻呀？是啊，这俩姑娘明显的是为了你吃醋呢啊！你说要不人家犯不上呀？第一次见面干嘛就吵架呀？哎呦天哪，妈，您这自信打哪儿来的呀？不，你儿子几斤几两，您心里没数吗？一个我都留不住，怎么能让2个都黏着我呀？妈，这是白天。快，这醒醒啊！行了，醒。甭跟我打马虎眼儿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怕我催着你结婚。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小小这姑娘呀，我还真看上呢。为了她呢，我这抱孙子的计划呢，可以拖个1年半载的啊。这个一旦你们俩的关系确立之后呢，你给我一交代，什么时候结婚，什么时候要孩子，咱都提上议程来。妈 ，I follow you， 我跟您真是说不起了啊！我醒醒吧，我上班了。我清醒着呢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跟你说的事儿啊，你呀，就给我惦记着，到时候别让我再催你，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周末呀，我到你们那儿给你们做顿饭吃再。妈，周末不行，我加班不在家。哎，这我这一说要去你们那儿给你做饭，你就这加班，你骗我呢吧？我骗你干嘛呀？妈，谁要是骗你，谁是这个？我真的去那个假日酒店，您上次不是找过我吗？就那相亲啊？那还得干嘛？我不靠这吃饭吗？啊，走了。那你路上小心点啊！好，走了啊！啊，慢点。拜拜。哎呀，你告诉我，你对这个新的宣传推广计划有没有信心？我觉得这份计划当中的推广方案还是很新颖的，
我相信会起到一些效果。一些效果，一些是多少？段总，就拿我们这次新车滞销的问题来说吧，其实我们的前期工作都已经准备得相当充分了，但是结果还是难以预测。好，我希望你能够力挽狂澜，我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。你们就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。但是，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做，请问您是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千猎网运营总监 Linda。唐小姐，希望你能慎重地考虑一下，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。琳达小姐，您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来我的工作地点跟我谈我的私事儿，您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不瞒您说，我这次来除了诚挚地邀请您来参加活动以外，还希望以后有机会跟你们汽车集团进一步的合作。人你都派到公司来了，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？神经病！不好意思，也许我们两家公司以后会有机会合作，但是我这次不可能参加贵公司的活动。实话告诉您，这次是我妈妈瞒着我替我报的名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工作要做，请便。咱别赌气行吗？晚上下班回家好好聊聊。老唐，你瞧瞧，人家千链网都把具体的活动时间和具体地点发过来了，真够利索的。哎，看看吧。这，那有什么用啊？上回你折腾出那么大动静来，是吧？差点把他的工作弄没了，结果呢，还不是一样不肯去吗？他。哎呀，我这回真是没办法，只好把老太太从二姐那接过来了。哎。不是，你把妈接过来干嘛？啊？是不是要出什么幺蛾子？哎呀，这不小小不瞒我账了吗？我只好请老佛爷出山说说呗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哎呦，就咱妈那老好人的脾气啊，你见她跟谁红过脸吗？再说了，小小是她从小带大的，是吧？她最疼小小了，她怎么舍得跟她大声嚷嚷啊？哎，疼小小就对了。给小小找到归宿，那才是给他最大的幸福呢。老太太一定会站在我们这旁边的。反正我们是在电话里说，我们把词儿写好了。另外，我们站在一边给他使眼色。我就不相信老太太一句整的瞎话都不会说吧？哎，我把话撂着啊，只要老太太一开口，小小马上就知道，这事儿一准是你在背后撺着的。人家猴精的，有的是对付你的办法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接着再说呗。喂，啊，千两啊！哎呦，你们这服务真是没得说。自从报了名之后啊，你们恨不得一天一个电话。哎，什么啊？还来家里呀？哎呦，这太远了，多麻烦呀！啊？哦，行，那来吧。哦，下午3、4点钟哈。行，我在家等你们。好嘞，哎，拜拜。哎，又是前链吧？哎呦，真够负责任的啊！这3天2头打电话来。那可不，这小小回头要不去的话，咱都没办法跟人交代。行了，我呢这就去把老太太接过来。人家下午来呢，我也让她一起见见。我就不信，她跟咱们不是一条心。
哎，不是，你这不是挑起人民内部矛盾吗？少给我上纲上线啊！因为爱情，因为……你终于肯见我了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我妆花了啊？来，你最近自己过得还挺好的。还行吧。什么呀？人家想你都想死了，你就知道折磨我，讨厌。行，你这样的日子也算快熬到头了。小晴，我觉得我们还是……你没事吧？怎么了这是？连月，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这是？已经1个多月了，我一直都没告诉你，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这是惊喜啊！你确实把我给惊着了。林月，我们结婚吧。结婚啊？我想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。我是你的，永远都是。他刚才不是说今儿是来和江一晴分手的吗？看这架势怎么一点都不像啊！不会是又不忍心了吧？不忍心？你可真逗！要真是不忍心的话，直接打电话跟他说不就完了吗？你是没见着张丽月那天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他说他就喜欢女人在他面前表露出那种绝望哀求的眼神，这孙子多狠呐！嗨。怪不得咱没人家那2下子呢，这哪是泡妞啊，这是玩命。这要碰上一个豁得出去跟他鱼死网破的主，那还不得同归于尽啊？妈，这次你就别瞎折腾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这住下。等咱们把小小婚姻大事操办完了，那咱们不就都放心了吗？行，这段时间啊，我见不着你们，我连觉都睡不好。你说小小这孩子真让人操心，他怎么就那么拧呢？哎，对了，你想让咱妈怎么劝小小？你说说看。哎呀，你先别急嘛。哟，这都3点了，也该到了。妈，那个一会儿牵链网的人来了，咱们得先跟人聊聊。你一听就知道，人家那个相亲活动啊，办得多正规了。早知有这码事儿，我才不费那老鼻子劲，拖这个拖那个，给小小介绍对象呢。瞎折腾半天，还差点上了骗子的当。那听你这意思，那活动是好多人一起参加相亲吧？那得多乱呐！真能成？哎呀，人多了还不好啊，人多了那挑选的余地就大了，就是跟买菜似的，那在卡车里挑总比在那个筐里挑合适吧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嫁闺女，不是买菜。我这不是个比喻吗你？哟，别说人来了。来，喝水。您是唐小小的妈妈？是，我是牵链网的琳达。哦，
这客气去，这个，哎呦，你说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快进来。你好，来，请坐。哎呦，我看你姑娘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你说这啊，都是30郎当岁的大小伙子。你儿子呢，身边有2个姑娘，一个还比一个漂亮。你说我那侄子可好，一个啊也划拉不着，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啊！没事儿，现在的大龄女青年那么多，让你侄子多见见，没准啊有合适的呢。是有人给介绍，那些姑娘我可都看不上，更别说他了。照这样，想找着个合适的，我看比中彩票都难。嗨，不早说，你忘了我们家西街是干嘛的啦？干嘛的呀？我们家西街是婚恋网站的，他们每一期呀都有相亲活动。哎，对了，这周末啊就有一期。是吗？哎，你跟你家西街说一声呗，让我侄子去参加呗。哎呀，估计这一期够呛了，他们这名单呀都是得提前弄的。那这样，我周末呀带你过去，咱也见见世面啊。好啊，你去过吗？那当然了，死猪！姑娘，听你这么说，这次参加活动的那些小伙子们，各方面条件是不是都特别好？是特别好，而且我们这次活动还会在网站播出。万一唐小姐在现场没找到心仪对象的话，等我们视频播出以后，肯定会有很多慕名而来的追求者。到时候可能要麻烦你们一一筛选了。哎呀，不麻烦，这有什么麻烦？我们呀有的是时间，是吧，姥姥？就是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是不是要交那报名费呀？哎呀，像你们这样的服务啊，收费也是应该的。多少钱？哎，拿钱。您别误会，我们这活动是免费的。哦，哎呀，你看你，那有什么你就说呗，啊，痛快点。是这样的，今天唐小姐给我们打电话来说，她不来参加我们活动了。我就到公司去拜访她，她说是您给她报的名，所以她100%不会到场的。她跟你这么说的呀？哎呀，你看有她这样的吗？让我这个当妈的脸往哪儿放啊？阿姨，您别生气，我真不是来给你添堵的。主要是因为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嘉宾都是经过精心筛选才入围的，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把人给换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得搞清状况，才能做决定。这不，我就来了。他翅膀硬了，说什么都不听了。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行，你甭打电话，你这一打电话就吵吵起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急脾气。阿姨，不差那么一会儿。这样吧，我把名额留到明天下午，你心平气和的跟唐小姐聊一聊，聊完了给我答复就可以了。聊什么聊啊？不用聊，我就能做决定。你把这名额给我留着，他要是不去啊，我就绝食。哎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别急嘛，到时候好好的和小小商量商量。跟他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还真惯着他了。瞧你刚才那话说的，什么绝食，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切！你以为闹着玩呢？就这么定了，绝食。什么？不是，你说的真的呀？啊？那不行啊，肯定不行，不行！你，哎呀，不是我，那我绝食管什么用？不是，那妈。这闹了半天，
你这活是给我揽的。你可终于回来了。看来是等着跟我告别，急着搬家呢吧？说什么呢？我这饭都做好了，等你吃饭呢。请坐。哎呀，做这么多好吃的！哇塞！先把手洗了，饭前便后要洗手了。好。咱们说点正经的吧。你为什么要去参加相亲活动啊？哎，并且非要去参加我们公司办的。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，你不能把生活中的问题在我工作中找麻烦吧？没事吧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啊？我干什么还要你允许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怀的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就管不着呢？哦 no no no， 我的孩子是我唐小小一个人的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唐小小啊，你又不讲理是不是啊？以前你怎么欺负我认了，但是这次不行。要不然你把孩子打了，你以后干什么天打雷劈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王希姐，你长本事了。我还没着急呢，你先着急了。再说了，就你们公司那个鱼找鱼、虾找虾、癞蛤蟆专找绿青蛙的活动，谁乐意参加呀？还不够掉价的呢。你不去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了？哎呀，误会，不去好，吃饭。神经病！不是，那为什么你的名字在我们嘉宾名单上呢？哦，我的名字在你们嘉宾名单上，我就得去啊。哎，我说你们公司也太过分了吧！我今天正上着班呢，你们公司的人就来给我推销业务来了。啊？去你们公司了？这太过分了！明儿我好好调查调查，太没礼貌。这好吃吗？行吧。小小，我要给你个惊喜，等着。帮忙！哎，怎么样？足浴器。这还差不多啊！以后别老跟我瞪眼，你要摆清楚你在这个房子里的位置。对呀，对，我摆清楚位置啊。这东西怎么看着那么面熟啊？我知道了，138块8毛8，史上最便宜的洗脚盆抱回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个，确切的说，我这是足浴器啊，这你也知道啊？废话，那淘宝网上首页的广告挂着一天那么大个广告，谁看不见呀？再说了，不是这便宜货，你会舍得送给我？此言差矣啊！我可是看了好评100%才给他抱回家，这泡着肯定舒服。不是，话还得说回来啊，你怎么糊里糊涂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嘉宾名单上呢？哎呦，别提了，我都懒得说。说。喂，妈。啊，姥姥绝食了，为什么呀？哎呦，您瞧这老太太，真是的。那行，那我马上回去啊。好啊。姥姥绝食了。哎呦，跟你说，都是因为你们公司那破活动闹的。我们公司活动跟姥姥绝食有什么关系？姥姥绝食，你不能绝食，吃点饭，听话啊。我告诉你啊，
万一我姥姥有什么3长2短，我就让你把那个洗脚盆给吃了。这是足浴器，你这翻脸跟烙饼似的，说翻就翻。喂，少田。我跟你说啊，待会儿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办成，不然姥姥今儿就白挨饿了。妈，您差不多就得了吧？您还真不让姥姥吃饭啊？这要是给他老人家饿出个好歹来，怎么办啊？我也不想假戏真做呀，可你姥姥不会说瞎话，所以晚饭干脆就没吃。那今天要是没成，明儿姥姥还饿着呀？今天必须成。说什么呢？我就这哥们儿也是，我都说我回家了，还打什么电话呀？喂，啊，浩浩，妈现在在你旁边，你不太方便说话是吧？那这样吧，你呢赶快下来，我已经到了，咱俩在外面说好吧？好，我等你。那个妈，我同学找我有急事儿，我得回学校一趟。您干嘛呀？这是啊？哼，你这同学名叫的挺新鲜的啊，姐姐，好小子，还没怎么着呢，你就当汉奸了你？不是，妈你行了，赶紧进屋陪你姥姥去，把你爸叫出来。哦。老唐，怎么还不下来呀？您好，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来，我这吃药了。但能碰，干了，看着办啊！什么高兴事儿啊？从见面到现在，嘴咧的就没合上过啊！哥们儿，我要正式追求唐小小了。正式追求？你不是又要借房吗？我跟你说，不可能啊！上次那事儿都没过呢，绝对不。哎呀，借房那种歪门邪道，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事儿，绝对不可能再干第2回了。哥们儿这次打算动真格的了，要场面有场面，要气势有气势，咱得让人家姑娘感受到咱这颗炙热的心呐。说的好跟求婚似的呢。你还别说，顺利的话，顺便咱把这婚也给求了。你说说，我听听。我吧，就是打算，你爸咋的了？不告诉你。你说出来，我给你出主意。反正现在不能告诉你。这次啊，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我凯旋而归。妈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这都回家了，为什么还不让我见姥姥呀？什么叫我不让你见？是姥姥压根儿就不想见你。知道姥姥多大了吗？啊，手都摸到棺材盖了，还要为你的事着急上火，你好意思吗？妈，您真以为我傻呀？像绝食这么高水平的招，肯定是您出的吧？再说了，您要是挨饿，您自己饿呀，干嘛让我姥姥挨饿呀？说什么呢？啊，何荣一大家子人串通起来算计你呢？你怎么想的呀？反正您做没做过，自己心里清楚。不是，我是……行，瞎吵吵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好好，你听听，他们是不是又吵起来了？听听去。
哎呦，姥姥，但凡说到结婚，他们俩哪次不得来个火星撞地球？您呀就别担心了。能不担心吗？我都不知道待会儿怎么跟小小说啊。我妈让您怎么说，您就怎么说呗。要是实在不会说，您就表现得特别生气就行。特别生气？那就，哎呀，这样，这不行，这太假了。要不，姥姥，您这哪是生气呀？这是委屈，都快哭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一点戏都没有。唐小小那脾气，你是不是领略到了？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？她脾气再不好也是个姑娘啊，我就不信了，人别的姑娘都觉得好的东西，她还能看不上眼。再说了，上次去你家吃饭那天，我看她挺温柔的呀。你是不是傻？人那是给我面子，你是我朋友，是给咱们俩面子。不是你到底打算怎么做呀？啊？你不会又是什么糖衣炮弹外加美元大钞吧？别人我不管了，就唐小小，我说句实话，在他那就不好使，他就不是嫌贫爱富的人。杰子，你除了泼我冷水，还会干点别的吗？我就新鲜了，你怎么就那么不愿意看见哥们儿找到真爱啊？你找真爱，我是100%我支持，但是我不能眼看着你玩火自焚，我再浇些油往你身上，对吧？哟，你还别跟我较劲，咱走着瞧。哟，我看你在跟我较劲呢。行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啊。如果真出了什么差错，不要来找我帮忙。上次借房那事儿，我跟唐小小基本上都快崩了，我现在说不上话了啊。反正我都想好了，就算这次真成不了，也不至于招人家烦吧。只要不起反作用，那以后怎么着都好办。哎呀，你这走一步看到100步了。嗨，谈不上。我就是觉得吧，这追姑娘跟求人办事儿，在某些方面还有些类似之处。你得先借给别人一个人情，那这事儿就方便多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不同的困难。我要是想办法帮唐小小解决一个她眼面前实际的困难，那我俩这关系不就自然拉近了吗？哎呀，成熟了！来，干了！到底能不能喝呀？喝，下次还你。我也不跟您这废话了，我看看我姥姥去。姥姥，我是小小，你开门呀！小小来了，我说什么？说您不见他。我不见你，你走吧。姥姥，你先把门打开啊！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不听，你不去参加相亲活动，说什么我都不听。姥姥，我参不参加相亲活动跟您吃不吃饭都没关系，您总不能帮着我妈瞎胡闹吧？谁胡闹了？整天跟着你操心操不完的心，我还胡闹了？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闺女啊？小小啊，你就依姥姥一回吧，踏踏实实的去参加相亲活动，两个靠谱的小伙子回来多好啊！哎，小小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先回去了。啊？哎，不是，你回去了，姥姥怎么办呀？您要是不心疼姥姥，就让姥姥饿着吧。哎，小小，你给我回来！看看，又闹成这样了。你瞧瞧，这都你干的好事儿。他们娘俩愁死人了。哎呦，姥姥，别管他们了，我呀扶您下床吃饭吧，把你热的。
哎，安妮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打电话。那个，就是那个唐小小，你记着吧？啊，你上次说的他那个广告代言，什么剩女座驾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好，啊。明白。好，明白了。队长，家里没什么事吧？不用你管。放开我！小小，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你应该能感受到，我其实是一个没多大出息的人。我只是想早一点过上老婆孩子、热炕头的生活，但是我压力太大了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蜗牛，每天爬呀爬呀爬呀。但是我发现，我不管怎么爬，我都赶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，我更赶不上飞涨的房价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家条件不好，我老爸走得早，老妈一个人把我带大，她这辈子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希望我结婚。生孩子幸福，可是你知道我多么想吗？做梦都想。但是直到我跟前女友分手那一刻，我都咬紧牙，没有答应我妈这件事儿，因为我太知道，结婚生孩子需要条件，我没有。我达不到那种条件，我们没有资格迈出那一步。我现在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我的事业上，确切的说，是这次相亲活动。我付出了心血、委屈、隐忍，没有谁知道。但是我要的并不多，升职、加薪，我能在我行业里混出一席之地，这样我才有可能获得通往幸福最基本的条件。